观看真观点，我是真飞。今天我们先来讲几个好消息，然后呢，重点关注一下 CNN 被曝光的电话录音的黑料，看看 CNN 是如何从曾经的辉煌走到今天这样的田地。这和他和川普总统的新仇旧恨可是脱不了干系。今天的节目呢很有意思哦，一定要看到最后。周三，川普总统做了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他说美国人本该拥有的最大权利选举权正在遭受蓄意的攻击。作为总统，没有什么比捍卫美国的法律和宪法更高的职责了。Democrats had this election rigged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and there is no one happier right now than China. 这一次演讲也是川普总统首次正式的揭露出大选舞弊。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政绩就是现在对保卫美国民主的抗争。这一位74岁的老人对他夜以继日为之奋斗的人民说，我在为你们而战，别想着放弃这一次，4年之后再来，因为现在不站起来，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If we don't root out the fraud, the tremendous and horrible fraud that's taken place in our 2020 election, we don't have a country anymore. 同一天，鲍威尔和另5的律师一起召开了发布会。据一位去了现场的网友说非常的感动，全场大家都是边听边流泪。鲍威尔女士的演讲声泪俱下。2位律师呢都有着不怒自威，但又温暖亲切、坚定不移的气质。我们来感受一下。And you're not going to take our freedom. We're going to fight for our liberty.We're going to send that message from Wills Park today, and we're going to send it all the way over to Beijing, China. We're not going to let you take our country over. Never going to happen on our watch. This is America. You picked a fight with the wrong people. It is my honor, and I know Lynn feels like it's his honor, and so does the rest of our significant team who have been working day and night since the election. Once again, you inspire us.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一样在当天，拜登那边可却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推文。他说向每一个此时苦苦挣扎的人传递我的信息，帮助很快就到。这是什么意思？拜登是在给谁打气呢？或许是在给帮他舞弊的人，告诉他们曾经承诺的好处很快就要兑现了，请耐心等待。还是说在安抚参与人，千万别改做污点证人又或者是面对大规模的舞弊证据，他们还有新招在计划当中。还有了，大家都很关心奥巴马哪去了。昨天奥巴马的推特更新了，就在奥巴马他妈喊他出境辟谣之后，他果然出境了。但是是不是之前拍的照片就不知道了。至于奥巴马是否真的被抓了，路透社呢有个事实核查小组说，发现奥巴马被抓的那篇文章呢，其实是抄袭了司法部对一名前中情局官员的新闻稿，所以很有可能是假新闻。上期我们还讲了宾州的立法机构州议会决定撤回州政府对宾州选举结果的认证。可惜的是，那天已经是宾州议会的最后一次会期，现在都已经休会了，这事儿还没个结果，又生变数，该怎么办呢？还好有正义的共和党议员们集结起来。周二，宾州的2位共和党议员就宾州违宪的邮寄投票法向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提起了上诉。终于在经过了重重难关之后川普团队有关选举舞弊的诉讼案总算成功的推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决战已经开启了。从昨天开始，一个擅长在政府社会组织中安插卧底、采集秘密录音来爆料非法行为和黑暗内幕的新闻机构真相工程就陆续开始曝光了 CNN 每天早上9点钟晨会的秘密录音。大家可能知道，一般媒体公司呢早上都会有一个晨会的，主编、记者、主播会在一起讨论当天新闻的报道内容以及方向。这项工程的负责人 James 承诺每天都要释放这些爆炸录音。所以呢，不如订阅真观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接下来更多的黑料。其实在过去几年，真相工程一直都有爆 CNN 的黑料。去年10月份，一名员工对 CNN 内部很多情况都不满，所以呢，他在上班的时候身上就带着一个小照相机到处拍。看他录下的视频很明显就能发现 CNN 的报道就是为了反川普，恶劣的程度甚至让内部的员工都反感了。他说自己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只是希望新闻能够回归到传统新闻的样子。本来进 CNN 是他的梦想，可是后来发现却是一场噩梦。
他说 CNN 的主席扎克在会议上说福克斯新闻是假新闻宣传机，他说其实 CNN 才是这样子的。 I think what's going on in America now is really fundamentally the result of years of fake news, conspiracy nonsense from Fox News. He was calling Fox News fake news and a propaganda machine, and with what I saw, I'm like, that's pretty much what CNN was. Like, it's just pumping out propaganda. 不止这些，员工说老板扎克对川普还有很深的个人仇恨呢。川普16年胜选的大选夜 ，CNN 总部的人啊，都像在参加葬礼一样。哇，看来他们真的是身体力行、真情实意的在反川普啊！在最新曝光的2段录音里呢 ，CNN 的高级副总裁说，川普指控拜登是共产主义者，他呢在用这种方法吸引福州迈阿密的古巴人投他的票。这位副总裁还说，有些人就是喜欢恶霸，所以才会被川普吸引。这个副总裁还为拜登团队担心呢，他说拜登啊在这事上做得不够好，他得想办法帮着驳回去，不然古巴人真投了川普就太可怕了。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啊，况且老年痴呆登也不是皇上啊，他也根本想不到这么多嘛，是不是？搞笑的是呢，在评论栏里，古巴小哥就出来反抗了，说这是对古巴人的种族歧视，古巴人应该抗议 CNN。另外一段视频呢，扎克表现出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呐。他说啊，因为川普调查选举舞弊是在损害这个国家的选举公正。他说这种行为使得川普本人已经成为了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了。我的天，扎克是真的忧国忧民啊，他是真傻还是假傻呢？昨天爆出的3段录音，我们也来快速讲一讲。第一段录音讲的是扎克和另外2位 CNN 著名记者和主播对川普不移交权力的处理方法。录音当中，主播就先建议看一看911事件报告，讲了上一次权力过度的麻烦。如果要看一个坚实的例子，没有好的过渡会发生什么呢？那就看911恐袭报告吧。老板扎克表示，同意。这些假媒体人可能都有点迫害幻想症啊，911和川普有半毛钱关系啊。不过呢，后来我查了一查，911的报告呢，其实是美国在遭受恐袭之后，事故调查委员会特别做的一份报告。报告里就提了，当时2000年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总统过渡时间的延迟，造成了新政府工作的延迟。在这一个脆弱的时期，2个政府人员的变动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你们觉得呢？不过现在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川普不让位不但不会造成国家安全问题，反而是如果川普让位了，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不保，好吗？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啊？留言告诉我，看看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的。第2段音频，扎克关注的重点呢，就是当时川普总统的染疫，他一再强调不要让这件事情常态化。扎克说啊，等了4年就是为的这个，一定不能让川普的行为看上去是正常的，一定要体现出他病了，他绝望了，要输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啊，他的行为会越来越疯狂。我的天，这什么鬼媒体？扎克还说啊，图片也不能看上去太有礼貌，还必须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Lindsey Graham 下手。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亨特电脑门丑闻爆发之后啊，纽约邮报因为这一条新闻被推特封了号，格雷厄姆呢就发起了公开听证会，要求推特的 CEO Dorsey 就封号这事啊给大家一个说法。录音中扎克说，坦白说，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标题太有礼貌了，我们应该追打 Graham， 那是他应得的。然后呢，他还喊出很多惊人的口号，我们要坚强，我们要八卦，我们要及时，我们要机智。哎呀嘞，够棒的啊！第3段，扎克和副手的电话录音呢，还透露了 CNN 的另一个下手目标，就是福克斯新闻的知名主播 Tucker Carlson。大家可能都知道 Tucker 是一位非常挺川的保守派新闻人，所以 CNN 把矛头指向 Tucker 并不惊讶，但是攻击他的理由呢也是离谱，但对我们来说呢又很熟悉，用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来打击他。其实 Tucker 这个人在去 Fox 之前呢，可是在 CNN 待过4年了，老东家这样攻击一个前员工，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看到这些，你们想扎克是不是要气疯了？肯定的。James 在首次爆料早晨呢，还特别打电话给扎克了。他说啊，扎克先生，我们一直在听 CNN 的电话，差不多有2个月了，而且呢，把什么都录下来了。我想问你，你仍然觉得你的媒体是最受信任的一个吗？因为听了您这么多通电话之后，我真的不太确定呢。
哎呀，想求一下扎克先生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呀？扎克呢果然呆了一下，用一种明显被震惊到了的声音说：“谢谢你的电话。所以鉴于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我再打给你啊，我们稍后再说啊。”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So everybody, in light of that, I think what we'll do is we'll set up a new system and we'll be back with you. We'll do the rest of the call a little bit later. 所以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房监听系统吗？可惜为时已晚了。本以为扎克会惊慌失措的赶快挂断电话，不过因为是直播 ，James 就继续对观众说他要曝光的录音内容。突然一看，发现扎克居然一直没挂电话呢，还在听啊，嘴上说拜拜，身体却很诚实嘛。Change the number, huh? Is that Zucker there? *6 again. You're unmuted. Hey, Jeff, you still there? Yeah. They're still on there. 据说呢，当时扎克立刻停止了正在开着的电话会议，大声咆哮道：“那个混蛋是怎么弄到了我们的电话会议？还2个月！哎呀，感觉有点爽。”这事爆出来之后 ，CNN 扬言要告 James。福克斯新闻还特地采访了 James， 问他说：“你每次摊上官司，你输过吗 ？”James 说：“没有啊，我们的真相工程赢下了所有的官司。”哎呀 ，CNN 估计快倒闭了。可惜啊 ，CNN 也曾经有过辉煌。那么这些年，它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是怎么样变成了这样惨不忍睹的样子的呢？其实 CNN 从1980年创台以来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最开始的目标是想让新闻成为明星，而且还是以没有政治偏见立足的。没想到吧？不过说是没有政治偏见，从创立开始 ，CNN 就是一个左倾的媒体。创始人 Ted Turner 本人呢，就是一名左派。不过相对而言，就是没有现在这么直接而已。当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CNN 作为美国第一家7天24小时的新闻电视台，对当时的电视市场可是掀起了一场革命，成了美国的新闻应急室。比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CNN 作为唯一一家在现场报道的电视台，收视率最高时达到全球10亿人的观看。当时有人评论说 ，CNN 的出现打破了媒体新闻周期的设定。以前大家都只认为只有晨间新闻和晚间新闻，现在只要有突发事件，人们就希望有摄像机能够在现场直接报道。当时 CNN 也是自称是最受信赖的新闻媒体。不过突发的事件可不是天天都有， CNN 作为一个电视，为了保证收视率，也报道了一些吸引眼球、博出位的假新闻。比如在1998年 CNN 出于反越战的立场，编造了一个新闻，指控美国军队在越战期间进行的伪封行动中，用化学武器、沙林毒气来杀害美国的逃兵。但是经过调查 ，CNN 可不得不承认没有证据证明这一个指控的真实性，并且最终呢还撤回了那个报道。This network, CNN, is in the news this morning. CNN News Group Chairman Tom Johnson has retracted a June 7th report that said U.S. Special Forces used nerve gas in 1970 on American defectors in Laos. 这个事件被称为是新闻界的耻辱。创始人 Ted Turner 说这一个事件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梦魇。如果自杀能帮得上忙的话，他都会考虑的。可惜的是呢 ，CNN 并不会总结前车之鉴啊。通俄门那会儿 ，CNN 的内部人员说 ，CNN 对通俄门的报道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就是为了收视率。Honestly, you'd think the whole Russia shit is just like bullshit. Could be bullshit. I mean, it's mostly bullshit right now. Like, we don't have any big giant proof. Then why is CNN constantly like Russia this, Russia that? Because it's ratings. Because ratings? Our ratings are incredible right now. 反过来看看福克斯，他比 CNN 晚了将近20年才成立。从96年成立直到2000年，福克斯的运营呢都还是无精打采的，盈利一直突破不了投资额，没赚钱也就算了。当年福克斯的内部也是够颓废的，可能是因为看的人太少，所以就大意了。结果一位记者直播时居然被拍到了在抠鼻屎，听上去整个人都不太好了。但是呢，坚持就是胜利嘛，黑暗的日子总是会熬过去的。谁能想到在2年之后的2002年，福克斯突然崛起了，居然还取代了 CNN， 成了收视第1位。
很多在 CNN 干了10多年的老员工说啊 ，CNN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曾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新闻台，是做新闻的人自己决定哪些新闻该报、怎么报，哪些不该报，而不是像现在每天早上都有主管、大老板来告诉你哪些要报，哪些怎么报。We used to cover news. We used to go out and do stories. I mean, we used to cover shit. You know, we would have sent a crew on that Honduras plane that crashed last weekend. We would have sent a crew down there because it was for Americans. You know, but Trump is more important. 这些老员工说呢 ，CNN 变成现在这样，很大程度是从2013年扎克担任 CEO 以及川普竞选总统时开始的，因为扎克对川普的个人仇恨实在太深了。Jeff Zucker, has a personal vendetta against Trump. 倒是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扎克在到 CNN 之前啊，是 NBC 娱乐的负责人。大家知道，咱喜欢的川普总统曾经还是一位电视明星呢。签约川普成为电视明星主持人的就是扎克。所以如果说要是谁帮助川普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扎克也算是功不可没的一员呐。而且当时川普的成功也反过来帮助了扎克成为 NBC 国际的 CEO。但据称两人的关系并不太好，这两人之间的故事也真的是非常奇怪，但又很令人好奇。说不定呢，我们以后会来扒一扒的，想知道的记得订阅哦。这样一来，川普总统当选之后啊 ，CNN 对川普的痴迷，更准确的说呢，是扎克对川普的迷恋，就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比如，他们关注川普总统自己吃2勺冰淇淋，而其他人呢只有1勺冰淇淋可吃。So when everyone else gets water, he gets a Diet Coke. When everybody gets 1 scoop of ice cream, he gets 2. 前一阵子，主流媒体不是也问了拜登吃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吗？他们也是对冰淇淋痴迷程度到了一种境界啊。CNN 呢还担心川普总统怕楼梯。Since first hearing about the phobia rumor, I've become slightly obsessed with watching President Trump watch his step. Really watching his step coming down the stairs of the Capitol, even while climbing just a couple of steps at the White House. 对了，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2017年啊，川普总统在 Twitter 上转发了一个 meme 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梗的意思。这个梗呢，就是一个川普把 CNN 给撂倒了的视频。CNN 当时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非常的生气，觉得自己的人格不对，应该是台格受到了侮辱，决定必须得做点什么。大家猜他们做了什么？ CNN 啊，用尽了自己作为媒体的毕生绝学，挖地3尺，把做视频的这个网友给找到了，然后威胁网友说，如果你再干这个事情，就要曝光你的身份。随后 CNN 呢还很自豪地发了一篇文章，说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网友的。所以呢 CNN 顿时成了众人的笑柄。当年的美国第一有线电视新闻网居然为了一个梗费了9牛2虎之力把人家网友给找出来，还威胁人家，这让 CNN 的名誉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啊。CNN 如果把这一份精力用在调查正事上，他们的名声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坏吧。话说回来了，以 CNN 为代表这些曾经的主流媒体为什么这么反川普呢？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个人的仇恨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吗？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的。不过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媒体已经被深层政府给买通了，不让他们报道真实的信息。具体怎么买通的，我们下次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讲一个有意思的 CIA 行动 Operation Mockingbird， 媒体如何在情报界中活动的。嘿，记得订阅哦。对于现在火热的大选舞弊啊，几乎全部下流媒体，不仅仅是 CNN， 就连 Fox 都在集体忽略、无视这个问题。前美国空军3星上将麦金纳尼在接受 WVW 电台豪斯采访的时候说啊，这些媒体这么做呢，其实是为了让人感到没有希望，创造一种无力感。他们其实已经犯下了叛国罪，用信息战里面的心理战术让人们放弃希望，感觉这个结果已定，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没用的，从而顺水推舟的让拜登当选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麦金纳里提了3个建议。第一，在川普的推特下积极的留言，告诉川普总统他还是有很多的支持者的。第二呢，美国民众就可以给当地的州和参议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重视这一些选举欺诈，而且呢还要明确表示支持川普的连任。第三，就是到白宫网站上面留言告诉川普，我们在支持着你。网站呢我就放在描述栏哦。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川普总统知道他的坚持是民心所望，让他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节目的最后，用鲍威尔律师的一段话和大家分享：美国人和全世界的人对于自由都是渴望的，在真实的美国人的世界中，是以对自由、自主和正义的热爱来定义的。这是这个伟大的国家的立足之本，这些是美国的价值观。上帝、家庭、国家是我们现在必须回归的价值观。好啦，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我是郑飞，我们很快再会了。